家好，我是 Dustin。好，今天我们想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在准备 GMAT 的路上，好，你可能需要知道5个诀窍，OK， 就是5个过去有很多人都犯过的错误，以及过去有很多人追求成功上不可或缺的一些要件。今天Dustin要跟大家分享是这5个诀窍。那么第一件事就是说，今天呢你要知道，准备 GMAT 跟在准备国内的研究所是不一样的，在台湾。可能今天有很多是浅碟的，就是所谓的浅碟教育市场，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今天我们先把分数考到之后，再按高的分数这样排下来，然后呢，就是去选那个分数对应到的学校就好。在国外不一样哦，在美国、在英国、在欧洲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个高等教育市场是每个学校做出自己的特色，所以今天每个学校给你的资源不一样，他们跟你的生涯也是的契合程度也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是要先知道你的生涯是想要走哪一条路，你未来留学之后想要去哪里，学校能给你什么资源，然后呢去选那个能够最配合你的学校，然后再去把这个分数达到学校的要求，这样才是最好的准备过程。那所以各位要记得，就是在你考GMAT之前，你最好应该是先确定好学校，先确定好你要哪些学校之后，才能够就是有坚定准备的决心，而不是先考到分数再去选学校。那关于这个建议呢，有2部影片，第一个是关于商学院分数与选校的相关性，然后第2个影片则是 GMAT 跟 GRE 要选哪一个会比较好。那Dustin个人建议啦，如果你要考商学院的话，还是 GMAT 好，因为毕竟大部分的同学，大部分商学院申请上的同学，他们都还是提交 GMAT 的分数这样子 ，OK， 所以呢，今天给大家第一个建议就是说，在你准备 GMAT 的过程，你第一步应该是要确定哪些学校是你的目标。那如果你不能确定的话，就要去想你出国留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第2个重点呢，想跟大家提醒的是，今天在准备 GMAT 的过程上呢，你不应该要抱持着说一步到位的心态。事实上，过去我们很多考试，你都会觉得说好像要归很久，然后呢准备到万全去考第一次。但 GMAT 这个考试不一样，根据过去的经验显示，大部分人都是在2到3次之内考到自己想要的分数。那我们过去曾经做过的实验，有分2组人。这第一组人是觉得要归很久去考第一站，然后第2组人是他其实在准备完之后1到2个月之内去考第一站了。到最后发现一件事，就是说那些在1到2个月之内考第一站的人，他们虽然第一次的成绩并不是那么的好，但他们可以很快去找到问题并且修正。这些一直归很久的人，他们在准备上就一直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他们就只会把时间平均的放在每个地方。所以呢，到最后反而是谁才更快拿到自己想要的成绩？是那些很快就去考第一次的人。所以Dustin建议大家一站不要拖。那有问题你也不要拖。你有问题的话，你如果补习的话，最好是赶快去找就是补习班有经验的老师，或者助教或导师，或者你身边的高手，赶快去请教。不要拖着任何的问题，你也不要拖着考试，一定要实战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真正的盲点在哪里。好，那关于这个部分呢，各位可以看我知道Dustin部落格上面的这个Dustin咨询案例，在案例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就是有经验的人是怎么样去分析各位同学的问题的。所以第2个给大家建议就是，请你一站不要拖。好，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在我的部落格上面，我也有放就是给大家的首站的规划建议。好，各位可以看完之后就可以消除很多的恐惧感，也可以更好去规划你的第一次考试前的读书计划。第3个要提醒各位同学的是，其实在准备 GMAT 上面，我们是需要3种能力。第一种是学术英文的阅读能力，这个能力大概占所有题目大概40%。就是你要考高分的话，这个能力是最基本的东西。然后第2个就是说逻辑思维能力，第3个则是在处理题目里面的策略、流程跟技巧。过去很多同学都认为说去补习班可以解决一切的事情，但其实上补习班能够帮你强化的是你平常不会强化到的这个逻辑思维以及所谓的解题策略。更多时候补习班不会着重在的是你的英语阅读的这个基础能力。那这个部分呢，各位就要自己去强化了。所以如果你我们过去有很多同学的例子是，他们就是今天在做题的时候，他一直没办法突破。他虽然做了很多总结，做了很多检讨，那回过头来看才会发现说，其实他自己的英语的阅读能力并不够高强 ，OK， 并不能跟外国人一样。所以题目就算是很简单的逻辑，他看不懂就是死了。所以呢，会希望各位，如果你发现你在之后准备上有瓶颈的话，要回来检视自己是不是题目的意思并没有读懂，或者是并没有读到重点。这个部分各位可以参考部落格上我放一系列的阅读自主训练的方法。那这个方法也可以帮助你突破你过去只懂得刷题、只懂得总结的瓶颈。那这就是给大家第3个建议，就是学术英文能力，是 GMAT 所有的题目的根本，你一定要加强才能够突破。今天要讲的第4个建议呢，就是说在准备的路上，你可能会看到很多的心得文，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个经验会叫你说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好，那你看到网络上这些人的经验，你会发现有很多眼花缭乱，
那这个时候你要记得，就是你不要只是看人家的资料，你要自己去亲自做过一次。如果你今天只是看人家资料的话，永远没有做过一次的话，你会永远没办法抓到那个感觉跟那个思路。好，所以会建议大家，就算网络上有很多资料可以参考，但是你看别人的总结，看别人的笔记，你也要自己亲自做一次，要亲力亲为。然后再来就是，今天你在做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想说，你做这件事情对你实战的意义是什么？很多人都只是看到别人做什么跟着做，他们比如说看到网络上有很漂亮 Excel 表，还有那个 Excel 表，但其实上问他说，这个东西可以怎么帮到你的考试？他说我不知道。好，你要做一个聪明的备考者，就是什么？为所当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呢，不要只是看别人做，而是自己跟着做一次。这是准备 GMAT 上面最重要的一个建议。最后一个，之后在准备的时候可能会去检讨不少的问题，那希望各位检讨是要明确具体，不要模糊，不要自欺欺人。那你如果今天只说这个内容是怪的，语义是错的，或是无关，或者没有提到，这个都不是一个明确的检讨。这样子的话，你没有去想到那个逻辑，你的检讨的方向你要记住，你不是在为了当下你看到这一题检讨。GMAT 这个考试最重要的事情是你的检讨要为了到下一题去，你要想你现在写错误，你现在去写这些东西，是不是今天你在下一题用得到？好，如果用不到的话，这就不是有效的检讨。那关于这个部分，各位可以参考就是我的上帝视角与战争迷雾的影片，以及 GMAT 自修如何检讨选项的影片。那以上5个就是我对于就是 GMAT 初学者的一些建议。各位也可以直接订阅我们 A2 GMAT 频道，也是道士典自己的频道。好，那还有就是道士典部落格，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好，那之后呢，我们有更多的建议的话，更多的心得都会在上面分享。那希望 GMAT 新手能够用这5个建议，在之后准备路上可以少一点弯路。好，那就是这样子咯。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